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宇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听到川普说他最喜欢的一个单字就是关税。好，我们就看到啊，他最近啊又 po 文啊，又贴出了2张黑白照。好，这2张黑白照上面哦就写着他是关税先生跟关税之王哦，可见他真的是爱关税如命啊哈，因为关税让他缔造了非常大的佳绩啊。好，我们看到了他讲说啊，2月开始他要对8个欧洲国家商品加征10%的关税，那税率有从6月开始要增加至25%。那他的问题就在要到格陵兰收购达成协议为止。好，又用关税来出招，现在是胁迫欧洲国家要来逼卖格陵兰。好，我们看到川普为了格陵兰哦，征了这个欧洲不支持国的关税。不过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啊，川普认为格陵兰如果不是美国的一部分哦，不可能提升安全。那欧洲衰弱，美国展现实力，意在避免冲突，所以相信欧洲的领袖会让步，所以他们是用这样子来进行胁迫。好，但是这样一来啊，美欧之间的关系当然自然就会出现裂痕哦。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扬言课10%的关税，那这欧洲的8个国家啊，包含丹麦、瑞典、法国、德国、荷兰、芬兰哦，都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说关税哦会有损跨大西洋的关系哦，会造成危险的恶性循环。那他说会致力于持续的团结并协调我方回应。我们致力的维护我们的主权。好，那这是一个联合声明。那当然各个国家哦，这个领导人都有相关的回应。我们先看到是芬兰总统史塔布，他说芬兰哦认定盟友间的议题哦应该经由对话跟共同规则来处理，而不是胁迫。好，关税哦将是损害跨大西洋关系哦，势必会引发一个恶性循环。好，那冯德莱恩哦，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则说，领土的完整跟主权哦，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所以欧盟这边呢会全力的支持丹麦还有格陵兰的人民。那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则说啊，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哦会从盟友分歧当中获利啦，也就是说啊，美国啊，你跟欧盟的关系不好啊，中国跟俄罗斯现在看着笑嘻嘻吼，想说哈哈，你们2个在自己互打，所以哦，他觉得不要让人家有见缝插针的机会。那甚至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法国的马克宏啊，他说正力推一个一旦川普实现这个关税威胁时启动的一个反胁迫的工具。好，这个工具啊，他说包含是限制公共招标，还有限制投资等领域的准入。那或者就美国对欧盟有顺差的服务业哦，加以的实施贸易限制，包含的是数位服务。好，所以如果一旦是马克宏的这个反胁迫工具出来的话，就等于是美国跟欧洲国家哦，直接是翻脸的状态了嘛。好，那欧盟多国也正在考虑哦，对价值930亿欧元的输欧美国的商品要加征关税，那可能也是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到欧盟市场，以反制川普。好，那当然嘛，你关税用来这样胁迫我，我当然也要用相关的部分来进行反击。好，但是也要看欧盟的国家他们做不做到，有时候是纸老虎的形态哦。好，那当然看到西班牙的总理现在也很担忧啊，说啊，你川普想拿下格陵兰，只有普星最开心哦。我们看到桑杰士啊，总理说，美国对格陵兰的任何军事行动哦，都将损害北约组织安全，而且会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了正当性。哇，这样看起来啊，普京会加倍开心。好，那我们看到了普京他现在的霸权算计啊，因为他很觊觎格陵兰嘛，所以丹麦的分析师哦认为美国有4套剧本。我们看到这个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说啊，川普政府不是一个单一构想，而是至少拟定了购买、签自由联合条约，还有军事介入以及修订防卫协议的这4种剧本。他说，除了战略跟资源的考量之外，其实还牵动的是川普个人政治遗产跟美欧关系的根本裂痕。所以美国接下来势必会对格陵兰动手吗？好，国防的分析家认为啊，如果美国要动手啊，夺岛不难，但是恐怕会对美欧同盟造成一个非常重大的后续影响。那除了出兵，美国也可能会以分化、金钱还有协议扩大对格陵兰来进行影响。
好，那当然，这个川普觊觎格陵兰什么呢？最重要就是矿产，还有战略价值。那还有一个就是掺杂着川普满足个人象征性胜利的心态。好，那当然，战略上面格陵兰是具有一些战略资源的，然后还有一个北极枢纽的价值，那也可以关乎在中俄制衡哦，所以战略上的问题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就是川普自己内心也有心魔哈。好，所以大家就觉得他就是象征他要胜利的一个表征。好，那格陵兰目前的状况，美国可能会强化军事部署，但是呢，大家就发现说根据美国跟丹麦的防卫协定美国在格陵兰当然是绝对有这个军事权利，但是川普可全权决定军事兰的这个军事部署，但是却无法让美国拥有该岛矿的所有权。好，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川普必须要拿下格陵兰的一大原因。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嘛，他也有对德国这边课征关税目前是10%。结果奇怪的地方就是德军突然撤离了格陵兰44个小时之后就撤离了。我们看到德国媒体图片报就说一支由15名德国联邦国防军人员组成的小型特遣队最近在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之下，突然提前的撤离了格陵兰岛。那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撤离行动德国的政府跟国防部到现在都还没有对外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好，但是这44个小时之后就撤离了，那又正值川普施压这个关税10%，大家就说应该是因为川普关税施压的问题发现苗头不对，马上就赶快撤掉了。那当然现在在这部分川普关税治百病关税对每一个部分都开始当做他的武器。你要说川普很疯，我也认同，但你要说川普很厉害，还是有那么2下子。我们先问亮哥，这不叫厉害，这叫流氓啊！但没办法，还是大家都要不一定不一定我跟你讲这个他目前是针对那几个有派兵的欧洲国家，都征10%的关税嘛，而且要逐步增加到6月30号。如果不撤，那就到25%那可是欧洲也准备好了，欧洲准备要用关税反制美国，那大概列出了930亿要科美国的关税产品所以等于是一系又回到贸易谈判前4月，所以那种贸易谈判就跟废纸一样一下就可以回来这样所以我认为川普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处理啦，因为我认为欧洲未来一定会加大在格陵兰的实际的驻军，现在是象征性的一开始只有13个那接下来可能会有几百个那难道美国要跟他作战吗？你一定要把他赶走不然你如何并吞？那你刚刚讲那个也不对啦，说美国没有取得主权，也无法开发它的矿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啦。那乌克兰你为什么可以开发矿产？你也没有并吞乌克兰所以显然这个是可以签协议嘛，就你可能要跟丹麦、格陵兰，然后签一个3方协议，就说我美国出钱来挖矿那我要分多少？比如说丹麦跟格陵兰反正人口那么少，好了，给美国7成好不好？你给我3成就好了那格陵兰20%，丹麦分10%就好了，这可以谈的这怎么不能谈所以我觉得最主要不是谈不出协议了，而是川普的虚荣心使得他认为一定要变成他的主权的一部分不然如果是牵涉到军事基地，美国就是最大的军事基地，现在就有了，你可以扩大，丹麦没有意见那科考中心最大的也是美国就是科学研究基地最大的也是美国，你可以再弄大那你如果认为我要的是矿，那好通通都给你大家来签约，签个共享的条约那稀土只是一部分不止还有什么锂矿一大堆矿那坦白说，丹麦也没有能力开采所以就是格陵兰大家来签个约嘛。我觉得如果这样，美国川普还是不满，那坦白讲，这是没有任何正当性的
因为目前的状况听起来哦，就是说，除了被美国并吞之外，其他的条件大概丹麦、格陵兰都愿意谈。那欧洲的态度也大概是如此，啊，所以对于你美国担心俄罗斯会常常过来格陵兰啊，那这个忧虑我们了解，不然请美国再多盖几个基地，多盖几个军港，可以啊，我认为他们没有意见的。可是你去东扯西扯说，俄罗斯现在就常常在绕，未来中国也要过来，那扯太远了啦。中国坦白讲，在格陵兰只有小小的几个矿啊，他在格陵兰根本没有力量，所以我认为就是他的虚荣心，他是要说我的版图扩大，那是我任内完成的，大概是这样。好，这个川皇帝的态势哦，很显现。好，谢大使怎么看？我想这个德国为什么撤军啊？其实理由很简单啦，就是德国与美国的关系远重要于德国与丹麦的关系。如果德国把丹麦的关系啊置于跟美国关系之上的话，就是德国从上到下都智障。对，他不会为丹麦做任何去破坏跟美国关系的事，尤其美国要耍硬的话。搞不好还派兵一起跟美国一起占领这个格陵兰呢，这就是国际政治，不要想得太什么国际法、什么道德、什么友情，那都不值钱的，这里面只有利益。所以德国一想到他有35000美军在德国，他心里就已经发慌了，还在那边派15个人，本来是以为小事一桩啊，演戏可以，当真那就不行了。而且德国的情报都要靠 CIA， 都靠 CIA 啊。德国现在这个很多事情，美国要 say no 的话，德国还是很难办啊。德国现在那个首相很多做法跟高市早苗也很像啊，军国主义正在快速复活中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得罪不起美国啦，德国都不敢说话了。其他这些人讲话，我觉得都是怎么样？要不然就是自己骗自己。要不然呢，就是想要骗别人；要不然就是弱智。比如说呢，这些弱智，比如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那位爱沙尼亚前总理，那位这个卡拉斯女士，对，她说现在是盟友分歧获益，她前提是她跟美国是盟友，他们搞错啊！你把美国当盟友，美国有没有把你当盟友啊？这个他们到现在还没醒过来，还把美国当他的盟友。川普，你要看他前2天在他的出售票怎么写。好，丹麦跟所有的欧洲国家在内，过去都是靠美国怎么样？都是靠美国给好处活下来的。所以现在为了世界和平，丹麦必须要对美国做出什么回馈？要 give back， 要怎么样？要感恩戴德，把你的领土交给美国了，对，都讲到这个份了，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讨论，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还是丹麦研究所的那个问题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他讲美国怎么拿下格陵兰，这个是一个问题啦。我想玩文的话，或者玩武的话，那都需要一些法令程序。文的话就是拿钱，叫那格陵兰57000人举行公民表决。成为美国什么样的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就美国说我对格陵兰有主权，因为川普已经讲了，我就是要有合法的主权，没有合法主权他不要，他要把美国国旗合法的挂在那个地方，他不会悬而不决的。那他们现在就是说，现在已经在谈了，川普为什么有把握？他已经跟那个格陵兰的各界正在谈了。有人说一个家庭给什么？给10万块，一个人给10万块，那个。欧洲的媒体去街上随便访问几个，就跟就在台湾一样我支持台独的，我为台独而死的人在台湾访问，然后呢，他说这代表全部台湾人的意愿，你相信吗？对不对？他跑到格陵兰就找了人，就是说我们抵死不会成为美国一部分，可是呢，这个是事实嘛，所以到时候公民投票，一决定就成为美国的领地，美国就拥有主权，就决定了。那如果你们不要钱的话，那就拿命来换吧。好，这蛮夸张的哈。赖教授怎么看？川普希望在他任内完成并吞格陵兰这个意志跟决心
是蛮明确的了不管欧洲怎么反抗、怎么反对，我们看到川普的意志是继续在执行中，而且也在推进中那目前来讲，欧洲一开始的时候有7个国家他表达他支持这个丹麦，所以他派兵了。派兵了以后，川普的第一出手就是棒打出头鸟，很明白的，就是先把这个7+1，因为另外一个没有派兵的就是丹麦，他有一些雪橇部队一些在那边，但是他棒打出头鸟，就先把这8个国家敲了，讲得很明白，而且立刻生效了2月1号，它的添加10%的关税就生效了，而且接着说，如果没有改善的话，那6月1号再加25%，那你再加上原来的15%，等于是这些国家它至少就50%的关税了，50%的关税它基本上就很难卖东西到美国去，中间德国的损失最大也就是说原来的15%再加10%的关税，就是25%的关税，德国1年就会损失80亿到150亿美元左右。所以这个对德国来说，以目前它的经济状况这么的不好，它的汽车工业还有它的精密的机械制造业，对德国来讲内伤很大。所以德国第一个时间就示弱了也就是说，他第一时间就把他的15个兵44小时内就调回去了。那他的理由是阶段性任务完成这段话我们听得好熟悉阶段性任务完成。44小时，因为他说我派的是侦察兵，我这个侦察兵就在海岸上走1、2、1，然后再观察中国的军舰在哪里那中国的军舰从来没有去过去10年没有去过，美国清楚，美国的侦察机每天在那边巡逻，在那边飞，过去10年从来没有看过有中国的军舰存在，所以美国很清楚。丹麦也很清楚，丹麦国防部长也很清楚，德国也很清楚，所有的欧洲的情报单位都很清楚，中国的军舰没有在格陵兰岛出现过。但是德国的侦察兵走到那边看完了以后说，报告总统，没有中国的侦察兵，所以44小时调回来。为什么调回来？因为气候的关系调回来。大家都知道在演戏，欧洲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演戏，所谓的反制措施，930亿的反制措施不敢实施，我敢保证。反胁迫的工具就等于是跟美国经济脱钩，不敢实施，我敢保证。所以我觉得川普吃定欧盟了，欧盟不要再东扯西扯了，有本事就出来干。所以嘛，一文才说欧盟常常被认为纸老虎。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持续来关心的是美国跟伊朗现在的情况。我们先看到就是伊朗现在呛川普说攻击最高领袖，视同宣战。好，我们看到伊朗总统的裴泽斯基安他就说任何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的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伊朗来宣战，而且强调，如果华府有发动任何袭击的话，德黑兰必将严厉的回应。好，那当然，伊朗的地方官员特别说现在示威的浪潮到现在造成的是至少5000人死亡，那其中大约有500人是安全部队的人员，所以他们司法部的发言人也特别讲，一连串的行动都被认定跟真主为敌，那跟真主为敌就是伊斯兰刑罚当中最严厉的罪行之一，所以按照伊朗的法律，这个罪名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好，这话讲得非常的呛。但是伊朗现在街头被说像戒严一样，那《华尔街日报》就说这个曾经挤满抗议群众的德黑兰街头已不复见示威人潮，取而代之的是安全部队跟清政府的巴斯基民兵骑乘着机车来巡逻。好，那有多名的居民说街头不时就传出了这个警告的广播，甚至还有人高喊不要出来，否则就开枪，这气氛非常的紧绷。所以说德黑兰现在已经陷入一个死寂的状态。好，那说支援没有来，很多伊朗的抗议者感觉到
被川普背叛了吼。好，这个是居住在这个澳洲雪梨的伊朗人哦，他说啊，作为生活在海外的伊朗人，就感觉被打了一巴掌。因为伊朗人啊，以前就被辜负过，那这一次哦，人们原本觉得情况会有所不同，但似乎啊，被川普摆了一道啊，根本援助没有在路上。好，那养伊现在是不是也联手在抗美呢？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伊拉克的外长，他现在访问伊朗哦，他说整个中东的安全是相互有关联，那伊朗跟伊拉克的安全哦都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当前态势之下，就应该是地区安全要保持一个对话跟沟通。那伊拉克这边也证实了，说美军其实目前已经全数的撤出了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那这座基地哦是由是伊拉克的军方全面来接管。那官员也透露，所有的美军装备哦都已经一并的撤出。那美国军方目前是没有对这一次的撤军来发表声明。好，但是报道说哦，美军目前只有保留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德自治区，还有邻国叙利亚的一个驻军。但是我们要对比啊，说美国的前驻以大使曾经就预测说啊，这个川普本周将试图的除掉哈米尼。他说啊，这让我相信川普本周很快就会杀掉最高领袖。那美国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很快就会抵达中东，那这将是美国啊更容易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并为防范伊朗反击来做好准备。好，但是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啊，川普其实有踩刹车哦，很多人跟他讲，目前哦这个伊朗是不要打的。好，所以美国的前驻以色列大使，大家就会讨论说，他的论点大概是如何？那我们也看到，确实有一些内幕啊，说2周之后还是有可能川普会对伊朗来动武。好，这是美国官员透露说，等待向中东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陆续到位，未来大概2到3周哦，川普还是有机会再度批准空袭伊朗。那川普跟幕僚仍然保留各种的选项，甚至可能再争取时间。那就是原本在南海的林肯号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预料在1周之后就会抵达。所以这1周之后会不会就是一个转捩点的关键哦？很多人也都在关心。但是呢，现在美国自己的内部，川普可能也要担心哦，这1年哦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对川普而言，因为是他们的中期选举。好，但是呢，五角大厦我们先看到有命令1500名的美军待命，也就是随时要增援明尼苏达的镇压示威。好，路透报道说有2名的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厦已经命令了这个现役的士兵哦，是驻扎在阿拉斯加的，要部署到明尼苏达州，要做好准备。好，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的这个ICE 的部分哦，有可能有对这个地方的人士有一些这个枪击毙命的状况，所以导致了这个明尼苏达这边有一些示威抗议。好，那外媒也引述了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对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还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弗雷发出了刑事的传票，他们要求这2位民主党籍的公职人员要配合调查。好，那理由是他们这几周的言论涉嫌串谋妨碍当地数千位美国移民跟海关执法局，就是 ICE 跟边境巡逻队的人员来进行执法。好，那不管嘛，反正看到了民主党籍，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目标性很明确哦。好，但问题就在美国的社群竟然最近吹起了2016年的怀旧风，也就是10年前呐。好，就说啊，这个包含名人大众啊，在网络上吹起了这个10年前的流行文化跟科技的趋势，所以专家认为啊，这种现象其实反映着民众对政治角力的厌烦。那将2016年形容为最后的快乐时光，好，所以2016年之后都不快乐吼，这可能是美国人现在的感受。好，没关系，我们先看到美伊的关系持续的复杂跟紧张，我们先问亮哥。伊朗啊，因为革命卫队发现，因为伊朗是禁止枪支买卖，民间没有持有枪支，可是库德族跟德黑兰街上抗议的民众有一些人有枪，所以他们是严重怀疑有外力介入啊。因为库德族的分裂势力本来就是长期跟美国合作的，这也不是只有伊朗啊，包括在伊拉克啦，还有叙利亚都是这样
所以美国本来就跟库德族有军事上的合作，所以1月8号断网之后，一直到1月16都是断网，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伊朗现场的画面嘛。那个革命卫队上街就直接开枪，哇，就直接开枪哦。所以我认为会死很多人，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他把它认知为颜色革命，外力介入的颜色革命，所以你看，连那个巴士基都出动了。巴士基实际上就是广义的民间的那个外围团体啦，那全国人口有1000多万啊，那其中有60万是可以派任务的，啊，简单讲叫我们后备军人啊，可是他可以出任务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是真的，就是真的是实施武装镇压，所以整个那个群众示威就立刻就消下去了，因为那个本来带在前头很多是蒙面的，他是有武装的，可能那些人都被抓了，或者被打死了，哦，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看是一个小型的内战，可是并没有漫开啊，那表示他并不是非常组织化了，就是以库德族为主。本来这个俾路支在东南方也有一些，可是这边不成气候，主要是库德族，而且这是非常诡异啊。库德族介入伊朗的情报是土耳其给的，因为土耳其也在防库德族啊，所以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土耳其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结果两边合作一起来打压库德族的反抗分子，啊，那后来就阿拉伯4个国家啦，包括卡达啦、沙地阿拉伯、阿联酋，还有以色列，劝美国不要打，说你没有办法推翻政权啊，那是打不是白打，而且伊朗报复不是打你是打我们的基地啊，到时候他就直接炸卡达那个乌代德基地，还有炸沙地阿拉伯的基地，都是美军基地，可是美军可能躲起来了，那到时候倒霉的都是当地人啊。对，这确实是要考量的一部分哦。赖教授怎么看？美国人对伊朗没有办法像美国人对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做同样的手段啊，因为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他住的地方，他的首都距离海岸线太近了，10几20公里，所以这个武装直升机进去出去的时间只要几分钟就够了啊。但是德黑兰是上千公里了，所以美国根本没有办法啊，像这样子直接进入到德黑兰，然后把哈梅内伊这样抓起来送出来啊做审判，这可能性不大啊。我们讲的应该是0的几率性。那所以对美国人来说，武装直升机派不过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所谓的斩首行动。那斩首行动就是靠的战略轰炸机或是战斗轰炸机，那么渗透进入到伊朗境内，然后对哈梅内伊进行轰炸。可是他要依靠的是准确的这个情报啊，如果他的情报不准确，他没有炸成功的话，那没有炸成功，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军事行动是我要能够安全的进去，我也要能够安全的出来，我不能够让我的战士进去以后出不来，那基本上很悲惨。我们看过美国的三角洲部队，在很多地方，像在这个非洲啊，他也曾经过，我想这个都拍成电影了。一旦他落入对方的手的时候，那他被对方这样子拖在吉普车上这样绕行啊，然后这样子拖到死啊，然后那种画面传送出来之后，会对于美国的国家的颜面，对于军人的信心，还有这种恐惧感会上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军队来讲，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的后遗症太高了。可是炸这个德黑兰的首都，那你要靠情报，美国的情报做不到，所以他一定要依靠的是以色列的情报。以色列的情报在伊朗比美国的情报做的还要扎实，渗透力还要深。可是问题就在于以色列是反对美国做这件事。那如果以色列在提供给美国这些情报，而美国对于哈梅内伊进行斩首式的轰炸或者攻击的话，伊朗很有可能就会宣布，因为他已经宣布了，这一定是全面性的战争。全面性的战争就是不只是在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军事基地要受到攻击，更重要是
在美国的政治人物，包括川普，可能都要受到这些伊朗的特工的一个攻击。我觉得这个是两国之间的交战不可做。川普错掉时机，你也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去挑起另外一个战争，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好，季大使怎么看？美国现在那个明尼苏达这个情况啊，有一点失控了啊，所以川普已经传出来了啊，他准备把这个国民兵再派到明尼苏达。为什么？就是前2周啊，明尼苏达这个ICE在执勤的时候啊，把一个美国的一个白人的妇女啊当场击毙，说她受到威胁，那这个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这个执法的过程中啊，是不是有过当？然后那个杀人的手法也非常的职业化啊，所以在明尼苏达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那很多这些反对这些ICE这种执法的人啊，现在ICE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而且在阻止他们执法。而且很多除了在明尼苏达以外，在其他美国很多的州，那现在也有人在对这个ICE这些成员啊，对于他们进行什么？进行肉搜啊，要把他们这个各种的社会关系啊、亲属啊都给他公布。所以事实上的话，现在美国各个地方以明尼苏达为首的话，对于ICE的话是采取一个高度对抗、高度敌视的一个态度啊。当然，这个风潮如果起来的话，对川普来执法的话是有大的问题。那川普对这个问题其实他是怎么样反复？川普这个人啊，态度啊，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说，哎呀，那个被打死的那位这个白人女性啊，她本来就是有问题的，而且是一个很烂的诗人啊，讲了一大堆啊。然后呢，后来又看到这个民怨高涨以后，他又回过头来，又好像说啊，事实上啊，这个行为是有所不当，所以他有些摇摆。最近又开始强硬，而且我刚刚看他在这个他的 True Social 又发一篇文章。直接针对明尼苏达的联邦众议员，一位索马利亚背景的一个美国的联邦众议员，他说他应该被送回索马利亚，然后去做什么？去 make Somalia great again， 意思就是说这个美国公民，而且已经在美国获得这个当地选民支持的这个美国的联邦众议员，他称他叫 fake congresswoman， 假众议员。所以这件事情现在你要看 CNN 新闻，每天都在报道。那川普会不会派部队去镇压，再提高他的镇压手段？我认为不无可能。所以这件事情，美国全美的反ICE的潮流啊，方兴未艾。那川普看他要硬还是要软？好，看起来会持续的硬下去好，那这当然对美国人民来说，就会有一些分化的一些状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回到亚洲，因为大家也很关心现在高市早苗的动态哦，他现在要有一个政治动作了。好，我们看到他在今天晚上就说可能会宣布解散众议院的事宜。那日本媒体就有一些相关的报道，说他会在19号的下午6点召开记者会，那宣布即将在23号召开例行的国会上面解散众议院，提前的举行大选，而且还会交代原因以及选举时程。好，那当然在当地时间的下午6点，就是等于是台湾时间的下午5点左右，但大家会持续的关注。那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这个记者会也会聚焦这些事情，同步的处理台海争议，也就是因为他们预计众议院的选举日程是在27号公示，2月8号要投开票。好，那高市现在就任之后也是很关心他的首次访美行程，说现在日本跟美国两国政府正以3月20号为主轴进行调整。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记得嘛，这个川普4月的时候要来到北京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们希望在美中领袖会谈之前高市早苗就先到美国来进行访问。好，那也会对于台海争议所引发的对中政策来进行协调。但是
高市早苗要解散众议院进行说明啊，在野党其实很不满意啊，认为这是弃民众于不顾。我们看到这是这个日本立宪民主党啊。他们就说是牺牲国民生活，缺乏正当理由。那日本的共产党则说啊，这次解散众议院是弃民众于不顾，彻头彻尾哦是服务于党派私利，而且直言政坛哦一味的右转真的不可取。好，那当然也看到立宪民主党跟公民党成立了一个新政党，叫做中道改革联合，也在今天揭晓了他们政策的5大方向。那方向是预计主张在存亡危机事态的状况之下，为了保卫日本而行使自卫权属于合宪。那能源方面在取得地方同意等前提下，主张同意重启核能的发电厂。好，那我们看到这是日本内部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中国跟日本的关系还是持续紧张，毕竟高市还是没有收回他的相关言论。好，所以像是日本的贸易圈现在就认为啊，中方针对中国向日本出口稀土或是稀有金属的企业推出了一个更严格的审查细则，那就包含关于销售对象企业还有所生产的产品等供应链的资讯，那都要求追加提交比以往更详尽的资料。那日本共同社也说啊，中方现在确实也要求啊，出口稀土到日本的企业要补交详细的申报书，所以日方的产业人士很担心这会拖延到出货的速度好，那商人当然是跟时间也在赛跑。好，那我们看到稀土现在已经变成武器化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也会借由拉长审查的流程，那实际上就是在限制关键的矿物出口。那根据日本能源金属矿物资料的机构显示，2024年日本进口的稀土当中有超过71.9%都是来自中国。好，日本在相关的供应链上面当然是高度仰赖中国大陆。好，那日本也加快国内稀土的资源开采。那日本政府支持这个采矿船地球号14号要从静冈港起航，那前往南鸟岛周围的海域，那进行一个海底稀土的试采计划。那当然最快是2027年会全面的投入采矿。那日本还正在确认中国在东海建造第22座的结构物，说日本的外务省说啊，这个在东海中日中间线中国的一侧就发现他们在新建一个结构物，那这个结构物被认为用于资源开发，那这也是在该地区确认的第22座的结构物。好，那我们也看到北京现在也被说啊，这个在越中的争议岛屿在加速的扩建，这也是让南海的紧张局势就再度升温这新闻周刊根据卫星影像揭露，中国正在具有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羚羊礁加速的填海造陆，而且还会建设这个设施，企图要把岛礁改造成具为军事后勤跟部署能力的永久性设施的前兆。好，但是这个部分真的有争议，因为连台湾跟越南都声称都有羚羊礁的主权所以确实也引发了讨论。好，那西菲律宾的海测到一个核爆的产物，说异常偏高，那他们就说啊，这个感觉起来应该是中国大陆的他说我发现核试验跟核燃料后的处理产物.129含量异常的偏高，所以菲律宾的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就来自于中国大陆。好，所以在亚洲现在目前状况确实也是不断的升高，但是一推一进之间大家其实也觉得说这高市早苗动作哇又异常的多。我们先问亮哥，我这个本来就在预期中啦。1月23嘛，他要开内阁会议，然后宣布解散的原因嘛。然后27号公告，2月8号就要投票大概是这样。那一般认为，自民党可能会小胜就这样。也不会大赢其实基本上没什么意义了。他就认为说我进入第2任了那我第1任有些疙瘩我就假装结束了，中国才没在跟你结束嘞。你到国会给我撤回言论，还是你反正中国大陆一定要日本的首相在国会撤回言论。你如果新任你又当选了你还是有施政报告中国大陆还是在等你施政报告要不要撤回所以我认为对于
中日关系没有改善的空间呐，啊，那这个稀土可能会加重抵制，然后日本大概有一些库存吧，啊，那中国大陆就是跟蟒蛇一样嘛，就你不撤回，就越锁越紧啊，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想通了啦，就是要让日本不那么嚣张，就是降低你的 GDP 嘛。那你就没有那么多力量，来发展一些有的没的嘛，啊，那中国大陆确实可以造成日本 GDP 的下降，啊，这是第一点了。那第二点，处于紧张状态嘛，所以我就可以在日本周边进行实地的军演，不就跟台湾一样？赖清德不是方便中国大陆到你台湾周边做联合利剑，还有什么正义使命？那都是在你周边军演的。简单讲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死心了啦，我还是到你周边哦，多收集一点水文啊、环境资料啦，准备哪一天要派上用场。所以军方也这样想，那个经济官僚也这样想，那就合成了国家的总体战略了。就是中国的战略就是削弱日本。那准备跟日本决战啊，可是决战不会发生啊，可是要熟悉战场，就变成这样啊。那这个稀土会严重影响到日本的军事本土化啊。那美国是乐见啊，因为日本没有办法本土化，只能跟美国买啊。那美国不是又多了军售的机会，对不对？然后呢，很多关键的零组件跟稀土不卖日本。谁可以制造类似的东西卖给中国？就是韩国嘛，所以美国跟韩国都变成获利者。好，谢大使怎么看？其实中国大陆现在稀土管制的这个规定啊，其实已经很具体了，而且已经在实行当中了。日本现在厂商在抱怨说，我们要把这些最后的最终用户都要报出来。其实这个中国大陆那个稀土管制的规定一开始就这样规定。它的整个稀土管制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为了怎么样让军武不要扩散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对这些所谓的军武的公司、军武的厂商设的，不只是有日本，包括美国，全世界它都要规定，你这个稀土是不能送到这些国家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日本现在因为过去整个中国稀土管制的时候，本来所有出口商他要出口稀土的时候，他都要填具这些所谓的申请表上面的调查事项。那最重要就是说，这次对日本其实来讲，除了稀土以外，还有其他1000多项的产品，所以叫军民两用。军民两用品包括很多这些电子产品也包括在里面。那所以你只要中国的厂商要把这些东西外销到日本的话，他都要去提申请，是这1000多样产品的厂商都要去填报。那填报呢，他要告诉有几个东西要讲清楚，这些厂商你不能把你的产品送给他。什么样的日本厂商？军火商、军火制造业的，通通被禁止。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厂商，他的产品可能最后会加强日本军事力量的这样的厂商，你也不能把产品卖给他。那这个就变成你要卖给他的时候你要弄清楚这个他买你产品是什么用途的。那还有再继续延伸下去了，如果这个日本厂商他买来以后，他是要做的产品要外销的话，那最终的用途是谁？如果是美国厂商，美国的军火商也不行。还有被中国大陆现在制裁的这些美国厂商，你也不能卖。所以这个过程就变成就是说要弄得很清楚。日本人填表格是蛮认真的，所以现在很多 complaint 很多 complaint。不过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只是挂在日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孙悟空头上一个紧箍咒而已那可严可松，他可以把你的这个说，你这个填报不实，你这个补资料，然后你再给我弄，可能一下就可能3个月这个程序。那现在日本就很紧张，整个社会都很紧张，这个也会造成对这个高市早苗，事实上他的选举应该是属于一个不利的因素。是，好，赖教授怎么看？
高市早苗要解散日本国会，这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嘛，哈。1年半以来，这第3次的选举，这个对日本人来说确实是折腾啊。2024年1次改选众议院，25年7月再一次改选这个参议院，现在又改选众议院，众议院的议期也都还没到他们的那个任期都还没到，又要再重新选。我觉得高市早苗认为他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很高，他觉得他的这种高支持度可以转化到他的政党。可是我觉得他想的可能太乐观了因为自民党的民调支持度并没有升高，现在看起来是在野党在打自民党的政治现金案这个也会唤起日本人的一些记忆，尤其年轻人还没有忘记因为我觉得在野党的战略是对的因为他们像公民党，他就在小选区里面他就不提名人了。然后他是政党票，说他优先排名，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种策略上的联盟，这个联盟其实是会有效的。所以，高市早苗如果说在下个月的选举没有大赢的话，那如果说小输对他来说，就会在党内就受到了攻击了。所以他这次其实赌得蛮大的，那最好是小胜一点，大胜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小胜的话，他可能说，我还是有所斩获。可是如果他小输，那可能对高市早苗就会产生挫败，这个挫败会引起他内部，因为至少我们都知道麻生这个派系有意见了，而麻生原本就是一个造王者，那如果他又小输的话，麻生会不会再推他出来去当总裁？这又是一个可能会被质疑的问题，因为你一旦解散国会的时候如果你选出来的结果，你的总裁的身份要不要辞掉，大家也会问因为这个都是要问的问题未来，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给他的变数这个增加了，但他赌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他自信，他认为他的高民调可以转移到自民党上面，他想为320到美国去的时候跟川普见面的时候，他更有底气他更有民意，然后来去跟川普，然后希望川普在中日之间选边站。不过我觉得他这点也还是有点一厢情愿了。川普怎么可能会在中日间选边站？因为他怎么可能选日本嘛日本是他的附属国，附属国是不用选的你只能跟着我走，我根本不用在乎你。所以川普眼中是我怎么跟中国来往，而不是我怎么考虑你日本。因为你日本唯一让我考虑的是你不要扯我后腿，你只能跟着我走，你没有你发言权。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想太多了。好，西沙群岛的问题，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美媒又开始在炒作这个问题了。可是这个问题不大，为什么？其实这个羚羊岛的这个田岛其实是很有战略位置。为什么？您会看到这个刚好它正对面就是岘港，但是为什么这问题不大呢？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让越南先填了。越南前段时间填很多，填得很凶，大陆都没吭一声，而且都还是美媒的智库，美国的智库里面报道统计出来说比中国填的还多。请问一下，中国大陆现在在所谓的台湾跟越南都申请有争议的岛，它填土，你越南讲什么话？